38军一来全鸡巴完犊子，咱们就是遵袭讨逆，这都是非常清晰的信息，让我们拭目以待啊！如果要是他不退，那你瞅着这个中国股市就怎么涨上去的，怎么下来啊？胡春华绝对不行啊！我告诉你们，胡春华要上台，他就是东帝，因为大老王会看相，这个人根本无，就是他胡春华无帝王之相，明白吧？他根本不行。胡春华那让他上，还不如让翟山鹰上呢。那个，所以所谓的什么张幼霞什么跟胡锦涛闹意见，那扯鸡巴蛋的，那是不可能的啊。然后呢，张幼霞呢倍儿有意思啊。张幼霞偷偷的净干那个实事儿，他把82集团军给调到北京去了。大家知道82集团军是什么意思？就是38军，有38军者有天下，就这么简单啊。中国如果说军队有100万，雄兵100万，但是你离北京忒远，你懂吧？你够不上啊。所以呢，张幼霞安排中央军委现在的参谋长啊，就是为什么说现在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长？因为变得太快啊，动不动这个又倒了，那个抓了，比战争时代死的还快。所以呢，刘振立现在接任了82集团军，就是38军的这个实际指挥权，奉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的指挥，就是82集团军现在接管北京防务啊，也就是说，谁也政变不了，就谁也推翻不了了。38军一来，全鸡巴完犊子。8月23号，今天是8月27号，刘振立在82集团军的驻地召集82集团军少校以上全体军官会，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一种动员啊，英语叫 mobilize 吧，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拿行道啊，祝你发大财，性生活愉快啊，生日快乐。他在23号召集少校军官全部开会啊，少校差不多营以上军官开会。他在会上，他原话是这样的：任何试图执行错误的乱军政策、搞极左政治复辟的行为，都要将受到人民军队的铁拳重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粉碎一切乱军政策、极左复辟行为？啊，那少校营长们集体上有，我操，这他妈要干你！你他妈要复辟，往左复辟要干你的。所以，这个官媒报道，习近平总书记习主席批准全军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研讨会8月26号周二在北京举行，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出席并讲话。张幼霞强调这么一句啊，很有意思：各种落实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精神。当提到习近平的时候，张幼霞呢说这个叫什么4个真？我没敲下来，要不就是啊，真信，要真信啊，真用啊，这他妈又笑坏了。张幼霞太有意思了，这个你在说谁？你啊叫我敲下来，就是说张幼霞说。要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强固党指挥枪这一根本优势，真学真懂真信真用4个真，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他，你这欲盖弥彰，把人笑死了。这是就是说明，其实大家都不信嘛，操，真学真懂真会真用啊，真是啊，大家就笑了。所以这个张幼霞搞这事儿太有意思了。然后呢，在这还是老样子，在这个会议上没有提2442啊，什么就各种维护啊，什么坚决啊，没提啊，这一样不提。8月25号啊，中国的这个解放军的81军网发表题为《空军某基地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文章啊，文章也是提到这个不提2442啊，这个82集团军同一天发表了82集团军某作战支援营某连荣誉之光，照亮转型之路的文章，通篇不提习近平啊，各种强调党中央啊，所以习近平82军不提习近平，少校以上军官保证粉碎极左叛乱，这都是重要的信息节点啊。结合我一再强调的老习家的那个
祖坟啊，就是习仲勋同志博物馆，在陕西渭南那个，改名为叫什么关中革命博物馆啊，关中革命指什么群众博物馆，反正妈的关中也没有什么革命群众，除了习仲勋啊，所以就以前不叫这，以前叫习仲勋博物馆啊，这给改名叫关中革命博物馆。然后呢，这个开馆仪式啊，新装修了，改了名，开馆仪式，老习家人一个不去，然后这个陕西领导也不去啊，陕西领导人也不去，所以这都是非常清晰的信息，让我们拭目以待啊。如果要是他不退，那你瞅着这个中国股市就怎么涨上去的，怎么下来啊？所以就是部队啊也好啊，这个政权也好，它就是两派嘛啊，老习提拔上来的这些就是习派嘛。那阻止他再胡来下去了，一定要恢复到改革开放，那是另一派了。所以我们就是拭目以待吧。啊，四中全会马上就开了啊，大阅兵完了就公之于众了。好嘞啊，让我们看到最后四中全会是否啊能让出总书记的权利吧。啊，军委主席，事实上也变成空头了，因为我们都看得出来军权旁落了啊，大事都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出。那么现在呢，主席呢，虽然高调抵达了西藏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次在西藏的状态啊，不太正常。为什么呢？就是他在贡嘎机场下飞机以后啊，在机场原地封闭了20分钟。这个你们不知道，就是习近平没有马上出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身体实在是不行，必须保证他的万无一失。就是在贡嘎机场落地以后啊，再用各种什么类似于高氧啊什么这种环境啊，让他适应高原啊，抵达西藏。然后我们也看出来什么问题呢？就是8月20号的中央电视台报道习近平到西藏的这个过程，就切掉了习近平走下飞机舷梯的画面啊。习近平在步下舷梯的过程中，非常就是你一看这个人就健康状态不好啊。然后呢，他的知情人是他身边的人啊，现在反映他在西藏这一次疲态尽显啊，尤其是最后非常疲劳啊，因为他毕竟是大病初愈，他这个脑部2023年他脑部中风了嘛。那么他在这个2024年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回到西藏这样的高反地区呢，他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啊，走路重心不稳都看出来了，这个摇晃幅度非常大，尤其是他在接见西藏部队那次会议上，能看到他脸部浮肿非常严重啊，可以说对比2021年他去过啊，2021年7月21号，当时中国哪个地方有个大灾，他不去，他跑西藏去了。考察林芝湿地建设，2021年7月，当时参观林芝市啊规划馆，走访样板村啊，那个叫嘎拉村啊，嘎拉村拉萨八廓街啊，八角街与这个群众互动，现场气氛非常热烈。2021年的时候，好多西藏老百姓围着他，但是这次呢，你看到他那个互动啊，就是没有大规模的群众近距离互动啊，要么就是摆拍，唱载歌载舞的，他在车上呜过去；要么就是一个近景，他去人家掀一下锅盖，就没有那种大规模的拉萨民众近距离接触的环节啊。为什么？还是这个身体健康。驻军代表的会上，就像我说的那个驻军代表会上，你仔细看那个脸，整个眼睛都肿没了。就那么短短几步路，从大会的那个入门走到那个座位上坐下，那步履蹒跚啊，步履维艰，最后是非常吃力，而且在接见西藏驻军这个全体代表大会的时候，西藏驻军的代表，西藏驻军的一把手没去啊，王强不在，这个中央军委副主席也不陪啊，这个是非常不正常的啊。你说你就看以前习近平所有的出访啊，所有的考察视察，到某一个地方接见某一个军区的时候，那一个军区或者那个战区的一把政委司令一定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啊，然后中央军委副主席在旁边作陪啊，这是一个标准的这个版本。那现在是减配严重，听明白了吧？所以就不要说，哎呀，他是不是不下来了啊？他阅兵是不是能保证他
万无一失啊。那你说去西藏，然后西藏军区司令员不出来，那操你这他有什么忙的吗？他有那么忙吗？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要说咱们也不是说，咱们也不是说这个宋圣啊，咱们就是遵袭讨逆啊。我们现在这行为是遵袭讨逆啊，我们也要了解这个中央目前的这个形势啊，就是大局已定啊，遵袭讨逆。这咱们不是听传啊。这个对出行仪仗不行了，那他仪仗缩水了啊，是缩水，尤其是军方的仪仗缩水很严重啊。但是他像西藏成立60周年，他必须得去啊，因为他毕竟是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人，这个不去不行的。这死也得死到那儿去，这个对老人家也挺不容易的。咱们做事咱们就要把话要说出人性来啊，这是真不容易啊，那是去拼命了。好嘞，就这么地啊。93阅兵让我们看吧，拭目以待吧。一个是新装备，我那天会集中做直播的啊。93大阅兵，哎呀，那作为资深军迷，作为这个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那我对陆军兵器、空军兵器、海军兵器，我现在是完全外行啊，完全外行，全他妈不认识了。哎呦，那个新装备、新型号之多啊，这个真是要超过美国了都要。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振奋人心的直播啊！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崛起的势力啊，能够维护世界和平啊，成为世界的这个秩序的这个最大既得利益者啊！中国是最大既得利益者，因为中国人这么有钱，最近这20年变，那不就是世界秩序对你是最有利的吗？那当然要维护了啊，不能革自己的命啊！神经病才革自己的命。你他妈最挣钱，这体系里边你发财发的最多，完了你要革命，你不神经病吗？他妈的陕西扛麦郎这种神经病啊！好嘞，那必须得是苦日子彻底没劲，必须得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啊！你作为国家领导人，你必须得过好日子。陆军又发了新交协，我虽然没看他那新交协，但我用屁股想，我都知道又是防美军的。解放军是美军的大迷弟，我操！这美国要什么，我们一定要跟着美国学。我操，不用创新了，创什么新？跟美国学。以前是跟苏军，现在是跟美军。我操，长得越来越像了。我跟你说，现在解放军全副武装，迷彩服一穿，你真分不清他是美军还是共军。操，太像了。好了，再见啊，拜拜。